我们今天来做320个熔炉组的那个玩意。我大概算了一下，原石的话，需求的不是很多。你看我们这里有几个大箱子啊，好几个大箱子里面全都塞满了原石。我刚刚已经用计算器算了，我再看一下，铁要消耗75组，我们这边75组是肯定能够拿得出来的。然后木头，我刚刚又挂了好多木头，哎，我靠！你看它在这里伪装的多么完美啊！你看我这里又挂了很多木头，哎呀，塞满了。我们就先从漏斗开始吧。漏斗要多少个？320个炉子，每一个炉子要3个漏斗，那是多少？960个漏斗。哎，我怎么感觉我的铁好像不够了？我有算错吗？不对吧？哎，我是不是算错了？我之前是不是算错了？怎么铁没有了？我不是记得只要多少组啊？只要70多组的铁。哎，我没有70多组，我才知道我没有70多组。3排是27，2排是50多，完了，这不够。哎，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上面的铁块把它拆下来？我估计可以拆大概1组的铁块，一组铁块是多少？64乘以9，576，那是多少组啊？除以64，9组。9组有个屁用啊！现在终于后悔了，后悔用这个普通方块了。到关键的时刻，这个手头还是有点紧。然后这里有一个简易的，什么农场？蜜蜂农场，可以得到这个蜜皮。蜜皮好像没什么用吧？哎，我弄这么多蜜皮好像没什么用吧？应该用空瓶子，用那个空瓶子把它对着它来获取那个装瓶的那种。这一边的树我们是直接烧还是怎么样？对不对？你们就喜欢看这种森林大火，把这个拆了吧。哎，这上面还有几个铁，你看我当年挥霍了多少铁？用漏斗，什么用漏斗？用漏斗是哪里用啊？哎，我该睡觉了，我的床呢？我那个乳白色的床呢？我在这里看过最好的，我没有最好，这个我不敢随便瞎说。有很多人比我玩的更好，我每次做一个什么教程我都心惊胆战，我特别怕别人说我，所以我每次做教程对再三的考量之后，然后再想该怎么表达，怎么样说能够更准确一点，就是怕别人挑刺。一边放25个，2、3、4、5、6，这边也一样。网易你就别想用推个入了，网易你装其他的 mod， 它会立马识别到，然后给你把它删掉。你是不能往里面强行塞其他模组的，你一塞它就马上给你删掉。当然自己攒钱买正版这样更好，不过你现在要是没有钱，你实在想玩，你下一个盗版也没有太大问题，等你什么时候有钱怎么补上就行了，这都可以的。哎，其实这个炉子我们可以把它锁一下，有没有必要锁啊？我感觉没有必要。如果你这里的炉子没有那么多，它每个炉子就可以处理掉的那些要烧的物品就多一些。你像我这个炉子太多了，它每一个炉子其实能够工作的次数很少，只不过就效率比较高，工作次数少，所以它能够存的经验也特别少。然后现在 1.16 版本建炉子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思路啊？我看到有人做的是烧那个什么猪肉，对吧？烧猪肉，我当时也在想，现在新版本建炉子该怎么搞？仙长烧出来的经验好像是多少啊？是不是一样？猪肉、牛肉什么鸡肉烧的话是 0.35， 石头是 0.1， 非常的少，石头非常少。好像玻璃也是 0.1， 铁好像是 0.7 吧，金是1还是3忘了。 TNT 从 1.14、1.13 之后就没有什么改变，都没有改。看样子猫酱也不想去修，除非什么时候 TNT 复制被其他东西代替了，那肯定就要修了。他们猫酱开发人员肯定也是看中了这个复制 TNT 比较有那么一点技术含量，他就懒得去修，
可以让这个游戏更加的有乐趣。以前破基岩好容易，头颅加台阶，那还是 1.7 的年代。以前 1.7 用凋零头破基岩，一破一个准，非常好破。龙蛋是 1.12 破基岩。床，对，想起来以前有那个床，是的，用床加那个藤蔓。哇，这个炉子，这炉子看的，史莱姆农场改成咬不断，那些东西真的咬不断是吧？你是不是试过？你是不是把那些史莱姆球拿在嘴里面咬了一下，发现咬不断？3000倍钓鱼生存，你是看谁做的那个视频啊？你是看到别人做过，然后你想让我做？你那个生存那有什么意义啊？那顶多做个1-2期，你又不想做了。很多人都听我说今天没有澡堂都撤了。我这个稿真的是垃圾，冰块都不能秒挖。我觉得我有必要还是搞一个大一点的刷冰机，这个太鸡肋了。挂了这么久，现在也就这么一点冰，而且现在没有玻璃。哎，可不可以去碧起上面挖一点沙？到了，就是我上次挖那个什么珊瑚扇的地方。哎，我是来挖沙的，我去游泳游个鸡儿。既然找不到沙漠，我们就来挖这个沙滩。那个咬不断的，对不对？你们就很喜欢说这个咬不断，拿点这个什么块块。哎呦，最讨厌做这个东西了，这得搭上去。工具人 XK 也已经习惯性把它当做工具人。好，珊瑚扇，把这2个先放上来，1、2。哎，我没有带地毯。我一说完这句话，你知道我想到什么了吗？我没有带地毯，我要去做点地毯，然后就开始做地毯了。然后一做，哎，我本来就有地毯的吗？哦，然后就在那熬了半天，太逗了，这都能联想到。我一说完这句话，我就感觉似曾相识，感觉好像在哪里见到过，太逗了，是不是梦幻连接？走，我们去做几个小板凳。哎，他怎么不给我合成表？你为什么不给我合成表？哇，这么多！来开炼器，爽不爽？这玩意很简单，但是我就是不喜欢做这个复制地毯的机器。现在没有卡东西吧？对不对？它没有卡东西，没有那么容易卡东西的。它是因为它是会从这个墙角这里流过来，所以它不会卡到漏斗中间那个缝隙里面。好，这边的熔炉组我已经把它做完了，我们现在用灵魂出窍飞起来看一下，这边多余的地毯就直接将它们给烧掉，下面是一个地狱岩，给它点上火。这边做的方案呢，和我的创造档里面做的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下面给它加了一条水流啊。由于这里是生存不是创造，我们需要把那些烧出来的物品都把它给送到水流里面。这边也有一条，最终呢把它们通过这里的水电梯，这里做了一个水电梯送到上面来，在这里进行拐弯，拐弯就可以进入到这里漏斗里面去。我这里拐弯呢是用的海泡菜，可以将它们拐弯之后就可以进入到这边漏斗里面。那么这里还有一点我上次视频没有讲到的，就是这里上面如果直接接2个侦测器，嘴对嘴的高频放在上面让它抗卸载的话，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里复制出来的地毯它很有可能就卡在这个上面，它掉不下去。然后你把上面的脸贴脸的那种高频侦测器把它给取消掉，它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那么这里我再烧一点东西来看一下，在之前的视频中也有人问为什么这里要放箱子往里面丢东西。我这里用箱子往里面塞东西的目的就是用来模拟我们一口气丢一堆的物品丢进去，然后把它弹上去啊，我是为了模拟往里面丢很多物品来烧啊这一个动作，这样就会方便一点。好，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每一个炉子都在工作。好，现在已经有石头烧出来了。哇，这个地方
好吧，这是我第一次开机，我还不知道这里会有石头掉到这外面来，所以这外面还是要用玻璃把它挡一下。好的，那么这么一个大型的熔炉组呢，今天也就给大家做到这里了。那么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